宇璇，接下来这个画面我真的是笑破我的大牙了。没想到习近平竟然被谁打脸？竟然被诈骗集团给打脸，而且是被泰缅边境的这些诈骗集团给打脸。为什么会这样说？这是因为泰国知道他们最近的诈骗非常多，他要去访习近平的时候，还说我要把泰缅边境这些诈骗集团，因为不管是断水、断电、断油，我通通断。接着这个画面你看，他断喽。断没有多久，想说我要出访之前给习近平一个面子，殊不知几分钟之后，马上就亮起来了，灯火通明的断什么断啊？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诈骗集团非常嚣张哦，但我没有想到他们嚣张猖狂到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连习近平都没看在眼里，连习近平都可以考虑塞民。为什么？因为呢，原本呢，这个我们讲的佩通坦因为他去见习近平嘛，对他来讲说，中国最关键是什么？你泰缅边境你骗了我一堆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我们现在经济状况就不好了，你怎么还可以骗呢？他说，马上大动作，喝令说，林家的诈骗集团等会还有包括你的电力网络通讯，通通搞等掉，断掉，全部搞断掉最后有没有断掉？有，还真的断掉所以当时呢，他在发动的时候，你看现场原本是一片漆黑，对不对？对。结果一片漆黑，1个小时过去，2个小时过去，到了第6个小时噔，马上亮起来了。你不讲我这个还以为是什么香港、澳门灯火通明的 casino， 那个赌场那个沿岸那个金光闪闪，好辉煌，马上等会的炮起来。那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嘛，这边现在诈骗集团根本没办法放在眼里，他马上用什么？自己的备援发动机早就准备好了。我跟你讲搞不好里面都还买 Starlink 直接连起来了。我跟你讲，网络继续照样操办，马上灯火通明。那你想想看，他们这个佩通坦才刚去见习近平，这样马上就给习近平洗脸。安内干我哈利，因为他整个我们讲包括当时是谁接机的？北京是派的副外长华春莹直接跟你说来跟你接机，而且他们谈的是什么？当下习近平直接肯定说，非常肯定泰国打击电信诈骗的决心。泰国也诈骗他，说干得好，泰国总理你干得好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来各位这是现场视频他这个断电，给你看都有拍照可以熊做记的代表说，你看老大，我们真的有照办。结果呢，这边断。就这边呢，亮晶晶，一闪一闪亮晶晶，然后人家就讲说，拜托一下，拜托，这个我们讲这种国家，你像说看，你政府部门想要去介入，结果呢，他根本像是什么法外之地，对，治外之地，因为我们都讲 KK 园区嘛，对不对？我们都讲妙瓦底，不好意思，他们自成一个自己的国家，自给自足，诈骗王国，电力我可以自己发，那你想想看，这种状况，你看你怎么有办法把它打击他？而且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么嚣张，嚣张到这种地步？你不要以为说这都是泰国人。或者缅甸人干的，不是。我们给你看他的春节晚会，你就知道，这个是诈骗集团的春晚。各位，你没有听错诈骗集团也有春晚。那中国人民办不起春晚中国人民要缩衣节食。老板跟他讲说不干了，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直接解散，直接把你遣散。他说不是，诈骗集团的生意好到可以开春晚。那开春晚呢？你知道这当中最离谱在哪里吗？他们在当中唱的是什么？中国歌莫名其妙，对不对？他刚不是说很多中国人被骗到那里去春晚还在唱中国歌，对，然后舞龙舞狮，全部都是浓浓的中国氛围而且你知道了吗？他们还丢西行还会跟你唱什么？你知道阿帕兹，现场就直接给你唱起阿帕兹，穿旗袍跳阿帕兹，对，有劲歌，有辣妹，有热舞，各式各样的灯光音响，这酒嘛霸规版，规霸版然后你看主持人全部都中文，那我跟你讲理由很简单，为什么嘛？因为其实都从头到尾根本不是什么泰国人，也不是缅甸人。都是中国人，所以习近平完完全全被中国的诈骗集团自己人打自己人脸。不是，我跟你讲所以这时候你要回归的话，习近平也不是傻子嘛，怎么会被打脸呢？那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我们讲台上有政策，台下有对策，搞不好还有默许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看这时候呢，过去大家讲说不对，我们在后来研究说，到底这些呢妙瓦底也好 ，KK 园区也好，里面的人是什么？结果36个都是中国的诈骗集团不是把中国人骗过去是老板。诈骗集团的领袖，他的头就是中国人，对，所以36个超过10万名都是中国人，36个团管10万人，雇了10万人，而且都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意思说，在这个地方根本就是中国的诈骗集团的温床嘛。只不过说我们讲了，你做这种事情比如说你要干这种坏事，你当然不可能在自己家干，而且还包括谁？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刘宗义在泰国坦诚，36个都是由自己这边所设立，他也承认了，而且还有中国公安高层他不只承认，他还说我们内部有一些国安人员。甚至是呢有一些一带一路的中共官方色彩非常浓厚的在幕后操盘，这是诈骗的一带一路啊！所以这是官方生意，你听得懂吗？就是中共的一些高管
中共的一些一带一路的高层，甚至中共官方共产党的势力，他们是在经营这块土地的，所以他们后来理解之后，把这个整个概念疏通，爬梳一下之后，你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就讲了哦，我是一个干养殖的，什么意思呢？我养羊，但是呢，我若养羊啊，养在我家，对不对？邻居会说啊，你直接就吵吵哎，汤哦，就吵哎，所以我干嘛？我羊呢，我养完之后，我要拉到很远的地方，跑去我们讲更远的地方哦，那种跟我没有关系的、哦，我在那边杀羊，然后杀完之后呢，再把那个羊哦过水，然后把那个肉拿出来，然后再拿去呢给我邻居捧场。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民民哦知道这些诈骗集团都是自己人在做。但是呢，我们做这种坏事呢，不能在自家地盘，跑到泰缅边境去呢，反正呢脏是脏泰缅边境，就粉饰太平了，对不？跟我没关系嘛。但是赚钱是谁？其实是中国人在骗中国人的钱，而且官方也在里面，共产党里面。所以对于他们而言，所谓的打诈，习近平呢叫泰国人来拉正啊，然后说你啊，赶快把这件事情给办好，都是把正的，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从头到尾呢，这个搞不好共产党也在后面。廷辉，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最关键的事情，这个缅甸的诈骗集团谁的？中国的。中国里面刚刚有说有国安高层啊，有一些“一带一路”的，根本就是诈骗“一带一路”。好，包括一些基础的设施，好像全部都是中国的影子。难怪断电那又怎么样？我们马上有备用电力啦。我们知道啊，哪里有非法的事情来讲的话，所有人都知道，只有警察不知道。那在东南亚国家来讲的话，在缅甸的缅泰这个边境 KK 园区妙瓦底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到底是谁在经营这个生意，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不知道，装作不知道，装作不知道为什么呢？事实上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过往来讲，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轨迹出现了。什么轨迹出现？妙瓦底，请问他要诈骗集团，他要不要用到网络？他要网络，要谁去做这个网络的这个联通呢？原来是中国联通的子公司香港联通，这个中国联通的香港的子公司哦。然后呢，当时在网络上呢招标，说要去这个妙瓦底这个地方盖机房，那个该机房竟然是中国联通的子公司这个系统来讲的话去做的。好了，那你再看到这是网络的系统，对不对？对。还有电力系统哦，还有所谓的中国国企当中的所谓的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也在妙瓦底这个地方来供水力发电的水力发电厂。缅甸妙瓦底这边一条龙的，通通都是中国造的、啊。对，然后造镇计划 ，KK 园区的这是还有包含其他36个造镇计划，有中国重工的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北方集团的，也在那边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什么意思呢？难道习近平不知道吗？难道习近平底下的这些中纪委们不知道吗？你想想看哦，这些都是中国的国企哦，中国国企，结果呢，趁着习近平推出所谓的一带一路呢，全部跑光光。我在中国内部来讲的话，可能贪污腐败不容易嘛。我今天跑到那个东南亚地方来讲的话，天高皇帝远啊，谁能够追到我呢？所以其实说真的啊，你看。泰国是很想要整治，为什么？因为影响到泰国观光经济的，不是吗？结果泰国就给他断电啊，但是是断的，因为为什么？那是边界地带，这个泰国给对方断电了之后呢，妙瓦底结果全部拉来所谓的什么柴油发电车啊，或是什么东西，完全不受影响，全部灯都亮起来了。真正影响的是当地的老百姓，所有的诈骗集团的所有的园区当中，这个灯火通明，照常营业。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这个泰国真的是。丢脸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三不管地带啊，泰国管不到啊，那缅甸的没有能力管啊，中国也没办法继续管啊。但是要不要管？中国可以溯源去管啊，管他的国企啊。但是为什么共产党自己不管这个国企呢？他要赚钱啊！对嘛，就是为赚钱嘛，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回馈到。所以习近平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他其实是最大的诈骗受害者？真的都不知道。不晓得哦，因为说不定他可能被蒙在鼓里啊，而他下面的人，可能在他旁边亲近的人，其实都知道，只不过大家不敢点破。为什么？金鸡母嘛，金鸡母怎么可能让他破呢？总之，我们刚刚看到了，现在缅甸的这个诈骗集团非常嚣张，而且习近平是不是知情的？感觉他已经被中国自己人骗了，他才是最被骗的最大的苦主。原因是什么？关键就在于现在幕后刚刚说国企都是缅甸这些等等在做，不管是水电基础设备，没错，还扯到了中共福建帮。对，没错。刚才这个听会说到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企到那个地方去？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知道妙瓦底这个地方，原初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目前诈骗园区所在？实际上是2017-18年的时候，当时他跟这个翁山书记啊，他们有达成一个，就是我要在这边盖一个所谓经济走廊，所以当时有非常多国企去盖了这个原本的这个很多房子都是当初就盖好。对，那这个当初的这个案子叫亚太新城的这个计划，他在这边要盖非常多的这个建筑物啊，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因为后来整个
为什么翁山书记那时候可以引外资进来？所以这个会有钱来啊。可是问题是，紧接下来的话，翁山书记倒台，军政府上台之后，他没有钱可以做这些东西，外资不来投资啊，那中国也没办法自己搞下去啊。所以弄到后面来说话，那怎么办？我们知道中国反制，他走过，他原本要开发的，后来开发不下去，就黄赌什么都来了，诈骗就来了。对，这在当年的，包括说像在柬埔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西哈努克港，都是一模一样的。好，那因为这些人来了之后，那你知道吗？实际上，最近就有一个媒体报道，就说，其实那个妙瓦底这个亚太新城这个城区里面，在诈骗的最重要的，其实幕后大佬是中共的前副总理之子嘛。副总理之子是耿彪，耿彪的事实耿志远。对，那耿彪是谁？耿彪他曾经呢，这个习近平刚出道没多久的时候，是担任耿彪的秘书。那耿彪当年是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然后后来又当到副总理，所以他等于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好，那为什么会扯到这个耿志远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在这个耿志远他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当年的这个。中国要跟柬埔寨发展跟缅甸发展关系的时候呢，这个耿志远主要就是负责中国跟这个缅甸关系的时候，就是由耿志远出面去跟他合作。那因为他等于算是耿志远，等于是在这个所谓这个缅甸最高的负责人嘛，所以你要说他会不知道这些事吗？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在发展，所以为什么会扯到就是说，其实他一定知道这后面这些事，那就有人言之凿凿就说，你看。他是耿志远，那耿志远跟耿彪，那耿彪跟习近平关系那么好，所以就习近平成为耿彪的秘书，所以就有人说，搞不好习近平也知情。来，静平，现在中国真的是穷到什么钱都想要赚。刚刚看到诈骗，对不对？现在除了前面有提到中国对 Google 产生反垄断之外，现在最新的是还要启动这个调查审查苹果的商店政策。其实讲白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苹果的政策对你不够好，你就不要用啊，又不敢不用，为的是什么？Money 还是钱？的确啊，苹果的强势啊，就连这个中国现在展开的一些动作啊，虽然让这个昨天苹果的这个股价微跌了0.14%哦，还是在这个232.47美元做收，但是你可以看到。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他对这个中国输美的商品加征关税，所以现在呢，中国他也祭出多项的这个反制措施。可是你看几项反制措施，目前看起来有气无力了，软软的。现在又市场传出来，他打算对苹果开刀。结果现在中国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样的一个，他等于是号称一个反垄断的机构，他就跳出来说，不行，你这个苹果的手机iPhone 上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这个 App Store。就是苹果的应用程式商店，你要下载任何的 App， 你就必须到这上面去。而且他要抽成，他现在要查，就是说苹果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应用内购买跟订阅服务抽成30%，对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下的抽15%，所以他要开始去调那个趴数，为了钱啊。是，所以他就开始去查说苹果你这个是垄断。因为苹果，你知道，包括在台湾在内，苹果在全世界的手机市场一直都是这样。你使用苹果的手机使用者你都知道，除了这个苹果的 App Store， 你任何的这个 iOS， 任何的其他的这个应用程式是不可能出现在它上面。可是这个就成了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机构，他们认为说你这样不行，你会阻碍市场竞争，而且你拒绝提供第三方支付，还有拒绝提供第三方的这个应用程式在里面，你不但阻碍了这个市场竞争，你甚至你会损害消费者权益。苹果它就跟中国目前提出了一个初步说明，说2023年到2024年。前年到去年的一个状况来跟大家讲，说如果在中国大陆的整个状况，你说30%的这个佣金啊，那这是针对100万美元以上，100万美元以下是15%，对。而针对中国大陆的呢，它几乎都是他们发现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超过半数的支付佣金开发者都是在15%，也就是在100万美金以下，而且他说有很多几乎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城市 APP 城市开发者啊。几乎都是没有收佣金的，也就是没有达到那个门槛，所以苹果有提出这个说明，但是双方目前还要沟通啦。市场分析预判说，如果沟通进展顺利的话，现在中国大陆官方的这个所谓反垄断调查的工作，它有可能会先往前这个停下来。那如果苹果拒不改变的话，可能再会祭出下一步的动作。但是你看看，他敢有下一步的动作吗？这个就是要打一个问号。看这张照片你就知道啦。这个是春晚的一个主持人是在央视的这个尼格买提，
那当时他在微博就放出了这个9张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呢，发现说，你看到这些的主持人和所有的这个表演来宾，几乎所使用的，你看一台全部都是苹果手机。然后呢，后来被中国大陆的网民发现了之后呢，他就说，你怎么在用苹果啊？不是号称要华为吗？因为央视春晚的金主、出资单位、冠名赞助等等这些啊，主要的出资单位，它的金主最大的就是这个华为，所以你看到里面有很多华为的字录，包括他们在唱这个喜剧歌曲的这个妥妥的，还有包括在看这个小品的这个演相声的喜剧的时候，都是置入那个华为的手机。所以简单来讲，华为是工作，然后生活是苹果是生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在央视的春晚的这个现场上，台面上是拿着华为手机，不断的置入很明显，甚至其实也有这个画面拍到，当他们在拍到那个用笔电的时候，笔电明明是这个苹果的，但是央视的镜头刻意好像要去遮住那个苹果的 logo， 对，就是不让大家看得出来说是苹果。但是你对苹果的依赖不只是笔记型电脑，还有甚至这个手机似乎已经这个拔不出来。那所以呢，后来被网民点出来说，你这个不是含华量很高的这个央视的春晚，应该都是华为，怎么这个时候全部在用这个苹果？他就赶快把这个照片撤下来。所以大家才会讲说，现在中国如果要对付这个苹果的话，你先看看苹果目前还是全世界市占率2亿5千多部的这个2亿5千多只手机的苹果，会不会应动你的这个制裁或者是反制的时候，它马上就会害怕了呢？